我们都喜欢光，光让我们看见，感到温暖，也让我们相信自己正在前进。我们被教育要正向，要积极，要看见希望，但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黑夜共处。内在的黑夜不是外在的黑暗，它是一种你无法言说的孤寂，一种在心里悄悄蔓延的不确定感。也许你正在过着别人眼中的正常生活，但只有你自己知道，某个地方一直空着，空的让你不安，空的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坏掉了。我们习惯逃避这样的黑夜，用忙碌填补，用社交麻痹，用计划盖住那份深层的失落。但真正的黑夜是不会因为你忽略它就消失的，它只会静静等待，直到你累了停下来，它才会重新靠近。那不是惩罚，而是邀请，一场灵魂对你的邀请，要你学会与自己的黑夜坐下来，不评价，不急着逃。因为真正的觉醒不是在你成功的那一刻，不是在你发光的那一天，而是在你最无助、最脆弱、最看不见未来的时候，你愿意陪着自己不逃。你会发现，黑夜其实是一面镜子，它映照出你还未理解的自己，那些被压抑的情绪、未解的创伤、从未承认的渴望，都藏在这片黑夜中。它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被遗忘的自己。在黑夜里，你不再有标准答案，没有该怎么做的指引，没有应该要有的情绪，只有你与自己最赤裸的相处。那时你会明白，原来黑夜不是可怕，是因为你从未真正走进它。当你开始不再逃避，黑夜便慢慢转化。你会在痛里找到柔软，在哭泣中找到释放。你会开始看见，原来你不是脆弱，而是太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。原来你不是不够坚强，而是一直在用力地撑，没有一刻真正放松。这份看见是一种重生。你不需要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只需要让自己变得更真。你不再掩饰那些曾经让你觉得羞愧的部分，反而开始接纳它们是你的一部分。黑夜教你温柔，不是对他人，而是对自己。很多人以为觉醒是开悟，是顿悟后的人生蜕变，但觉醒的本质是诚实，是你能不能承认自己还在痛，还在怕，还在找方向，是你能不能允许自己在还不确定的时候，依然选择不离开自己。这样的你才是真的醒着，不是醒在光里，而是醒在黑里。你不再需要让自己伪装坚强，也不再对情绪感到羞耻。你理解了，真正的力量不是压下去，而是容得下。当你能容得下自己的黑夜，你就能容得下别人的。你不再害怕别人的低潮，也不再急着用加油去盖住别人的痛。你学会倾听，也学会陪伴，因为你知道，被看见的黑夜就不那么黑了。觉醒不是远离黑暗，而是能与它共存。它不是要你去寻找光，而是提醒你，光本来就在你里面。只是你要先愿意穿越黑夜，那束光才会显现。这世上最深的修行，不在于你多快抵达终点，而在于你能不能在看不见终点时，依然选择继续走。不是因为你知道会好，而是因为你相信自己值得那份陪伴。所以，下一次当你走进内在的黑夜，请不要急着逃走，请坐下来，呼吸，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陪你。你会发现，那才是真正的觉醒。你终于不再逃，你终于愿意看见。那一刻，你就是光。我们总以为人生的困境来自于方向不清、资源不足或机会太少。于是我们不断寻找更亮的灯，想要照得更清楚、更远、更明白。我们渴望指引，渴望答案，渴望一个对的选择能结束所有混乱。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追寻后，你是否曾怀疑过？也许问题不是光不够亮，而是我们还不懂怎么去看见。真正的看见，不是眼睛看清，而是内心愿意打开。
不是找出答案，而是承认自己正在经历什么。那是一种深入，不是向外探索，而是向内触碰。我们太习惯寻找外在的光，翻阅更多书籍，追踪更多导师，累积更多知识与建议，但心里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，像被忽略太久的孩子，在角落安静地坐着。你越努力往外照亮，心里的黑暗就越容易被遗忘。其实，你不需要更亮的灯，你需要的是回过头来，看见那个被你遗落的自己。他没有走远，他只是等你有勇气停下来，等你不再用目标掩饰不安，不再用效率压抑情绪，不再用进步定义价值。当你开始练习看见，你会发现很多细节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不是不够好，而是从未觉得自己足够。你不是懒惰，而是心累了。你不是迷路，而是你从未真正问过自己想去哪里。这样的看见，不是为了做出更正确的决定，而是为了和自己重新建立关系。那是一种深层的诚实，一种你对自己说，我愿意理解你的态度。不是要你立刻改变什么，而是先允许你不需要改变什么。我们的社会崇尚解决，追求快速改善，即时结果。但真正的转变，从来不是在答案里，而是在你看见问题的当下，就已经悄悄发生。那是一种深层的知晓，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明白。你会开始察觉，原来你对他人的愤怒，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失望。原来你渴望认同，是因为你从来没好好认可自己。原来那些看似重复的情节，只是灵魂在提醒你，还有一部分没被你看见。这些发现不会马上让你感觉更好，反而有时候会更痛、更乱、更无助。但那是光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不是照亮未来，而是穿透你一直不敢直视的过去与当下。真正的看见，不是找到出路，而是发现自己就是出路。当你开始理解自己内在的节奏、需求、限制与渴望，你就再也不需要假装。你不再需要更强的意志力去逼自己前进，也不再因为走得慢而自责。你学会了尊重，看见自己的每一个面向。你也会开始看见别人，不再只是表面的话语与行为，而是背后的情绪、伤痕与渴望。因为你看懂了自己，才有能力真正理解他人。这样的看见是一种深度的连结。你不再急着给建议，不再用对错评价，不再用成功与否定义生命的价值。你开始珍惜每一段经历，每一种情绪，每一次内心的颤动。你知道它们都是真实，都有意义。这就是光的力量，不是让你变得闪亮，而是让你变得清晰。不是照耀世界，而是照见你内心深处的真实。你不需要更亮的灯，你只需要更深的看见。从你自己开始，从每一次不逃避的凝视开始，从你愿意对自己说，我准备好了，我愿意看见你的那一刻开始。那一刻，世界会跟着改变，因为你终于看见了真正的自己。我们都渴望稳定，渴望有人保证未来，保证不会失去，保证每一个选择都会有好的结果。但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确定。有时候，你努力了，也没有回应；你付出了，也没有结果；你相信了，也还是受伤了。你开始怀疑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足够，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，甚至怀疑未来是否真的存在希望。不确定的时刻，总是伴随着一种深沉的空，像一片无边的夜海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星光，没有出口。而就在这样的时候，你以为自己已经快要沉下去了，但某个微小的地方却慢慢的有了动静。不是来自外面，不是某句励志的话，不是谁的鼓励，也不是奇迹的发生，是来自你里面一种还没放弃的声音。再撑一下，我们还在，
这不是终点，那不是大声的呐喊，而是像种子破土的微响。你几乎听不见，但你感觉得到。你开始发现，原来光并不是被给予的，它是在你最看不见出路的时候，在你最害怕失败的时候，慢慢从你心里长出来的。那束光不耀眼，甚至有点微弱，但它足以让你睁开眼睛，不再全然沉默。它不是立刻让你走出低谷，而是让你愿意再次相信，我可以走下去。这样的光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在一次次无声的坚持中点亮的，是你在选择不逃避，在愿意理解自己的恐惧时诞生的。它不是一种情绪，而是一种存在感。在不确定里长出来的光是最稳固的光，因为它不依赖外界，不因情境而变。它来自你的本质，是你在无数次跌倒后仍然选择温柔地站起来的那股力量。你会开始明白，不确定不等于危险，它只是空白，是一种还没有答案的空间，而空间正是新东西得以诞生的所在。你会学会在不确定中呼吸，在未知里安顿自己。你不再急着抓住什么保证，也不再用完美来保护自己。你开始允许自己是流动的，不稳定的，不那么确定的。这样的你更真实，因为你不再依赖光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你开始相信自己就是光的来源。你不再需要别人肯定你的努力，你知道那份努力已经在你里面留下了痕迹。你学会了等待，也学会了信任，不是信任结果，而是信任自己的灵魂知道方向。即使你现在还看不清楚，在不确定里成长的光有一种谦逊的力量，它不会喧哗，但它会照见你生命的深处，它会让你感受到自己从来没有被真正放弃。即使外在的一切崩解，你里面那份微弱却坚定的光会带你穿过。这世界不需要你变得完美，它需要你变得真实，需要你能在不确定中站稳，哪怕只是片刻，因为你已经开始成为你自己的光。所以，亲爱的你，在最不确定的时刻，请别放弃内在的那束火苗。它也许不明亮，但它会成长。它会在你一次次选择相信自己的瞬间，长成一道真正属于你的光。而那光不仅会照亮你自己，也会照亮别人。从你开始，从你愿意说我不知道答案，但我不会离开自己的那一刻开始，光就长出来了。有时候我们把出口看得太神圣了，我们相信只要找到那个对的方向、对的选择、对的人，就能解决眼前的一切困境。于是我们拼命寻找，问别人，读书、学习、模仿，甚至祈求命运给我们一点明示。可越是寻找，就越迷惘，因为那些来自外界的答案也许正确，却不属于你；也许看起来可靠，却无法真正回应你内在的声音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？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，不够清楚，不够稳定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也许你只是走错了方向。你一直在找出口，却忘了，其实你才是自己的指引。真正的答案不在外面，它在你之内，在你那些不被重视的直觉里，在你那些一再浮现却被忽略的渴望里。那些声音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太忙、太吵、太怕，不敢听。我们都被教导要理性，要现实，要计划好一切，但没人教我们怎么去聆听新的声音，怎么在混乱里静下来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太容易被结果绑架，太害怕走错路，于是就一直向外寻找安全感，寻找一个比自己更确定的存在。但你知道吗？你内在的智慧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它只是被你遗忘了。有些选择别人无法帮你做，有些路只有你自己能走。你以为自己需要的是一盏明灯，
其实你需要的是勇气，去相信你内在本就存在的光。当你停止寻找出口的那一刻，你会开始真正听见自己。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方向，只是你不够相信自己能走。你怕错，怕失败，怕后悔，于是宁愿卡在原地，也不愿踏出一步。但真正的前进是来自自我允许，不是因为你看清了未来，而是因为你选择信任此刻的你。你开始明白，与其等待世界给你答案，不如练习为自己做决定。哪怕会错，哪怕会痛，那也是属于你的选择。你不是在寻找出口，你是在回家，回到那个不再依赖外界认可，不再怀疑自己能力的地方，回到你灵魂最深处的光，最初的真实。也许你会问，我真的能信任自己吗？答案是，你已经比你想象中更有力量。只是这份力量，只有在你愿意为自己站出来的时候，它才会醒来。你不需要完美才有资格选择，你不需要万事准备好才配拥有自由。你只需要承认，我就是我，我会为自己走这一段路。真正的指引，不是来自谁的话语，而是来自你一次次与自己对话后的清晰。那是你在深夜不逃避情绪的诚实，是你在低谷时依然选择照顾自己的温柔。那是你无论多不确定，都愿意继续走下去的决心。当你停止寻找出口，你会开始遇见自己。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被谁拯救，你不需要再等什么奇迹发生。你就是奇迹，你就是方向，你就是自己的指引。从现在起，别再问路该怎么走，问问你自己，我想往哪里去，然后就踏出去。因为每一步都是你在为自己创造道路，每一刻的诚实就是你最清晰的光。你不再迷路，因为你终于选择相信自己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